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VAX 机器人赛队的杨泽代。相信现在大家都还在用 VAX 的官方器材进行我们的一个机器的搭建，还在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试错，最终得到我们满意的方案。但是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方案，是我们通过 3D 建模的方式进行机器设计。那么今天将由我来为大家讲解我们该如何去设计一个比赛用的机器。我们制作一台机器基本上分为5个步骤。第一步是我们每个队员去收集信息，并且进行一定的讨论。第二步是我们在草图的形式上反映我们一个机器的布局，去检查我们这个机器的设计是否合理。那么第三点是我们把我们的草图转换为我们的 3D 建模，也就是大家常见的 3D 建模，把我们的机器的方方面面全部在建模软件中体现出来。接下来是对我们的零件进行加工和装配，也就是制作出我们的机器人。那么最后就是对我们的机器进行调试和接下来的改进和升级。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 3D 建模，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原本的制作机器的方式，而是采用建模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机器设计。我们采用 3D 建模的方式进行机器设计有非常多的好处。相比于我们在 VAX 中使用 C 星梁和一些铝件进行我们的一个机器的搭建和机器的调试，那么我们使用 3D 建模软件进行设计，可以非常贴近现实的反映我们一个机器的空间分配和其他许多的信息。那么这样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设计时间和我们的一个设计成本。那么我们加以一些其他同步软件相辅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团队协同设计和团队的一个协同建模发挥的非常完美。那么在使用 3D 建模设计的时候，每个团队呢需要注意以下2点。第一点是我们每个队伍都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建模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在之后的课程里面也会提到。有了这个标准，我们才可以让每位队员在绘图的时候都可以达到一定的统一，这样对我们图纸的整合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图纸信息和一些相关的参数都保留下来，留给我们的新队员和其他队员。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的队里的长期发展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机器设计中的第一个环节，我们的机器设计前的预先准备。我们的前期准备包括5个方面。首先我们需要去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赛事的规则，这规则里面包括了我们的一个机器的规则，因为每年的赛题都可能对我们的机器的零件的要求去做出新的调整，比如说今年就对 VAX Pro 的一些零件做出了开放。其次我们要对我们一个得分和我们的赛题的规则要有充分的了解。我遇到很多人到赛季中期都还不清楚自动加几分，每个框里面每个物体得几分和一些具体的规则，这样显然对我们的设计机器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从各个渠道去搜集其他队伍的机器的信息。那么我这边给出了3个很棒的渠道，首先是 VAX 的官方论坛，其次是 YouTube， 这里可以看到国内外的许多视频。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中国的 B 站上也会有很多 UP 主会定时更新一些机器的视频，我们可以从这些视频里面汲取其他队伍的优秀的地方。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团队该去讨论我们的机器应该具有哪些功能，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讨论。那么在决定了我们机器需要哪些功能之后，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自动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我们需要去探讨我们的自动路线，因为自动路线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机器需要哪些功能，它哪些功能是需要突出的，我该如何才能赢得我们的自动阶段的比赛。那么现在众所周知，我们的自动时段的得分对我们的比赛影响非常之大，所以说自动时段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点。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机器的可行性，在讨论完如上的一些机器功能和我们的自动时段之后，我们就该讨论我们这些功能它是否可行。任何不可行的设计对我们来说都是无效的，我们一定要先去评估我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草图绘制和 3D 建模。那么这边给大家3个建议，当你在任何一步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往上回到上一步去寻找解决答案，或者重新讨论上一步。
那么自动时段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自动时段的得分现在左右着比赛。那么最后就是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我们的可行性上面进行调研，因为如果你的设计方案是不可行的，那么你之后的所有设计都将是白费的，那么这会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那么这个是我们赛队在2020年 ChangeUp 赛事中暑假设计的第一版机器里面对于我们自动时段的一些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它都整理成文档留了下来，可以供以后参考。那么具体的整份文档，我们之后会在下面给出我们的一个文档的链接，大家可以从链接里面去下载这个文档，以供查阅。在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一个草图的一个设计。那么草图的设计呢，主要是去反映在平面图上面去反映我们一个机器的一个立体空间分配。我们在前期准备当中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机器需要具有哪些功能。那么在知道了机器需要具有哪些功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机器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空间分配。那么我们可以把空间分配完之后呢，去分配给每个人。可能我们的第一位队员负责底盘，那么第二位队员负责抬升，那么第三位队员可能负责一些吸取装置。那么在分配给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空间位置之后呢，我们每个队员会对他所负责的部分进行一个简单的草图的绘制。那么主要就是我们一些简单的点线，包括一些简单几何体构成一个草图。那么在所有人绘制完成之后呢，把它整合起来，整合到一个总的草图里面。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各个部位之间的连接是否合理，我们每个部位之间是否会产生干涉，我的整台机器的空间布局到底是怎么样子，它是否可以改进，或者它是否需要推翻重来。那么当我们的一个总装的一个简单草图已经确认合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每个人在原先负责的部分上对草图进行细化，去显示出我们更多的信息。比如说我里面一个球路的每个齿轮的排布，包括我的每个滚筒每一个传动的一个排布，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把这些信息都体现出来。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电机的位置，我们可以把电机的位置用简单的长方形来表示。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球路的设计，这是我们在2020年第一版 ChangeUp 中的小机器里面的一个球路的一个设计，这里面体现出了我们一个球的轨迹，还有我们4个 roller 的一个排布。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用的几何体非常的简单，无非就是圆，还有一些点线，还有一些长方体啊、正方体这些简单的一些几何图形。那么有了这些图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反映出了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平面的一个位置分配。其实用这些简单的几何体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机器布局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传动也画上去，比如说我们一些齿轮的传动啊，齿轮的一些位置，这样画上去之后，可以对我们的机器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知。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roller 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草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草图了。我们之前的草图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几何体草图，那么这就是在我们的空间确认 OK 之后，我们的一个细化的草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反映出了非常多的信息，每个轮子的大小，每一层传动的位置，包括它整个的运动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 roller 就是我们今年设计出的，它又可以折叠，又可以用气缸进行活动的一个 roller。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把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把每一个部分都变成我们一个简单几何的立体图形进行了一个机器的空间表示。我们在画完细化的草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每一个部分进行一些简单的拉伸凸抬和一些切除。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机器的一个模型。我们把这些图形整合在一个总装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一些在立体空间上是否干涉，包括是否满足我的需求。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底盘的一个三维图和我们一个机器总装的一个三维图，在里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场地元素也加进我们的图纸里面，来看我们的机器设计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在进行完平面设计之后，就是我们要进行我们的 3D 建模设计了。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队内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它需要我们的队里面有一个完善的一个 3D 建模的标准体系。那么这个之前我有提过，那么具体怎么去建立这个体系，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也会提到。那么我们在进行 3D 建模的时候，首先需要去绘制的是我们的机器的结构件，因为结构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空间分配。我们利用之前的草图绘制完一些重要的结构件之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一些轴类零件，还有我们的一些自制的零件，还有我们的一些传动件往上去进行安装。所以说我们的主要的一些结构件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步需要去绘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画一些主要的零件，从我们的草图上去画一些零件。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从装配体里面进行一个装配体里面去生成零件。那么这个在后续我们也会讲到。在绘制完了所有的零件和一些结构之后，我们会把各个部位，比如说底盘，还有我们的 intake 和 roller 组装在一个总的装配体里面。把它组装在一个总的装配体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机器它是否会有干涉。我们在 3D 建模中去检查干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进行完一步就要去检查它是否会产生干涉。那么在总装确定无误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每一个模型进行细化。那么每人在他自己负责的那块里面对他的零件进行细化，还可以往里面添加标准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整体的机器的模型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了。那么在总体再反复的确认无误之后，我们就可以最后去添加镂空，对整个机器进行减重。那么这就是我们 3D 建模的一个大致的流程。接下来我会拿我们今年的第2版小机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该如何进行我们的一个 3D 建模。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结构模型，也就是我们第一步去设计我们的一个主要框架。那么这里面的镂空大家请不要介意，因为这是从我们的一个已经全部绘制完的机器上去孤立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步绘制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镂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去把我们的一些主要的零部件去添加到我们的每个人负责的一个组装配体里面。那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把我们的齿轮、我们的轮子、我们的胶轮、我们的气缸，包括我们的一些拨片轮，还有各种的马达呀，包括3D打印件都添加了进去。那么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主体。在每个人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那部分去绘制完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总装里面来检查干涉。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对每个部位的连接件进行一个绘制。那么绘制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个机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样子。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去检查很多东西，一是我们的一个直观的干涉，接下来就是它的运动，因为它的在机器运动的时候可能还会产生其他的干涉，比如说收车，或者比如说有一些运动的时候是我们在一个静态下无法去模拟出来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试一下它的运动是否合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机器尺寸，我们要看我们的整体尺寸是否在我一个合格的一个尺寸下面。那么我们的大学组就是15英寸和24英寸，那么高中组和初中组就是18英寸。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机器是否满足我们的一个强度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机器的整体承重是否满足要求，还有我们的一些易受撞击的部位，它是否满足我一个撞击所会受到的一些弯曲力的要求，或者一些冲击力的一些要求。接下来就是我们添加我们的标准件。那么添加标准件的话，有些队伍会觉得非常的繁琐，但是这边的话，我之后会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去如何去进行非常快速的添加标准件。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每个队伍自己的一个零件库的一个建立。有了零件库之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添加我们的标准件。那么在添加完标准件之后，还是我们要去再次检查干涉和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一个机器尺寸。那么最后我们的标准件涉及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的装配。如果我们机器设计的不合理，那么我们在添加完标准件之后，我们是非常难装配的。比如说可能我在某些螺丝、某些螺帽我是装不进去的，或者很难装，那么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要把整个机器设计的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够拆装。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我们标准件的一些选型，而不是简单的现在队伍里面用的那些半圆头螺丝，还有一些普通的一些螺帽，我们还会用到更多的一些标准件去方便我们的装配。那么这个之后我们在讲标准件的时候会有所提及。好，在我们的整车绘制完了之后，就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加工和制作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考验我们之前的建模是否贴近于实际的一个阶段了。如果说建模的非常好，非常贴近实际，我们检查干涉、检查运动情况也检查的非常到位，那么我相信在制造和我们的一个装配阶段，大家是并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的。那么在这一步中呢，我们主要分为准备材料和我们的一个装配的过程。那么准备材料里面又分我们的采购材料和加工材料。加工材料有很多种，比如说3D 打印，比如说车加工、铣加工，再比如说我们对 VAX 的本身的零件做一些加工。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我们需要哪些材料呢？那么我们这时候会从我们的 3D 建模的图纸里面导出材料明细表。如果我们的图纸画的越贴近于实际，那么我们材料明细表里面你的零件也更贴近于实际，那么自然而然我们是不会缺少任何的零件的。我们有了材料明细表之后，就会检查什么零件是我们有的，什么零件是我们还没有的。那么我们要对没有的零件进行采购和加工。等所有零件到齐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图纸来装配我们的机器。那么装配机器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有图纸的话，任何一个人都能直接把我们的机器装配起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台机器的一个例子，这些零件就是构成了我们的今年 Change Up 赛季的第二台小机器的所有零件。那么由这些零件组装起来，就会得到我们最后的机器。我们可以看到，做完所有的准备之后，其实加工是非常的快的。我们做这台机器3个人只需要1个下午就能够完成。这就是我们机器制作完后的模样，它和我们的图纸是非常相似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机器的调试和对我们机器进行机器的升级。在调试过程中呢，那我们就涉及到了几点，首先是对它进行编程与测试。那么为了方便我们的调试呢，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在一些有可能产生问题或者非常需要可能去调整的位置上使用 3D 打印件或者其他的方便调整的一些零件。那么我们这边如果对我们这个模型是否能用不太确定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整体的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去测试我们这个结构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好，谢谢大家。今天我关于如何去设计和制作一台机器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到106我们的学生创新中心来询问我们问题。